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看电视享5季，选中国广电。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文吉尔老师，欢迎；情感导师吕阳老师，欢迎；情感导师严品红老师，欢迎；情感导师徐伟老师，欢迎。当然还有我们广电帮帮团的老师们，欢迎两位。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走进我们节目第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们是一对2婚夫妻，能走到一起结婚生子真的很不容易。可婚后我却发现外界的舆论让我老公变得特别敏感，还有面对我家人的质疑，他也选择粗暴的方式处理，让我夹在中间更是为难。我觉得呢，我为了我们这段感情付出已经很多了，可是他呢，从来也没有给过我任何的肯定。现在呢，对我的态度也是越发的强势。我觉得他现在变得太自私了。我们各自和前一段婚姻的羁绊，也让我们之间变得互相猜疑。他总是这样不考虑我的感受，这么自私的话，让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和他怎么走下去了。有请这对夫妻，有请。宋先生36岁，来自天津个体；王女士34岁，来自浙江个体。有请两位，有请。主持人好。好，主持人好，欢迎两位哈。小片里说的是再婚夫妻，怎么认识的呀？我们俩是通过一个社交软件，因为有相同的经历，我们刚认识那会儿就聊了3、4天，没日没夜的聊。我接着他说吧，就是当时呢，我就买了一张机票，我想的是他能来找我，没想到他就真的来了。你给他买了张机票？对，当时我在广州工作，他在天津，然后我就来了。来了之后呢，他带我在天津所有的景点都玩了一遍，然后吃了很多天津的特色，安排的非常的漂亮，很吸引我。那是我们5大道漂亮，是狗不理饱了好吃。然后要差不多3、4天的时间，我要走了，他就跟我提。有没有想要再婚的那个意思？刚好我也是这么想的。就因为这个，我本来是要回到广州继续工作，然后呢，就马上回到了老家。我先告诉我的父母，但是我父母不同意。因为我从小性格就是比较独立的，所以不顾父母的反对，我就带了户口本又来天津找他来了。然后呢？然后我们俩就领证了。不是我这扳着手指算了一下啊，不到15天吧？差不多1个月吧。那你们这就算闪婚？闪婚，结婚到今年第几年？第3年。小片里说还有个娃是吧？然后在上一段婚姻当中，你有孩子？对，我跟我的前夫有个儿子。你呢？我有个女儿。现在是谁在？孩子跟了前夫了。前夫。您呢？对，我这边跟了我的爸妈。一开始挺幸福的但是后来一个是因为我父母反对，我们俩就买机票回我老家，他见我的父母去了。领完证之后呢，我也是很礼貌的，就是大包小包的东西去看对方的父母还有他的哥哥嫂子，然后给他们看了结婚证。可是你爸妈也好，你哥哥也好，我热脸去贴他们的冷屁股了，凭什么呢？首先他是觉得，如果你真的是有礼貌，你应该在结婚之前通知他们，而不是我也是带着证，拍到他们面前，我这个女儿我带走了，带走了没问题。但是你当时吃饭的态度是什么样子呢？他哥吃整个一顿饭，看着手机，一直在玩游戏。媳妇儿都娶到家了，这还是个事儿吗？是个事儿，肯定是个事儿啊，主持人。他不搭理你是对的呀。我们要真从礼数来讲，我得提亲吧？这个你没有提亲，我是没有提亲。你是继承了事实之后去了，对，我可以选择接受你，也可以选择不接受你。那凭什么呢？国家都认可我了，对不对？国家认可了没问题，对吧？对呀。我姑娘认可了，是我姑娘认可，没问题吧？对，没错啊。我作为你岳父，我有权利不喜欢你，可不可以？可以。对他很有，那可以。您来我家吃饭了，我给您做好饭了，我态度上面有点不好，可不可以？
我心里有气，因为我觉得你不尊重我。那我也有气呀，赵老师。那是你的事儿啊，得计的是你啊！你把我闺女拐走了，我就认为是，我知道您的意思。咱就过了嘛，这人生是自己的呀，不较那个劲嘛。主要是这个就是我也就过了，就埋了种子了。对，然后我们俩就转天就回去了啊。回去了之后呢，差不多3个月时间，我怀孕了，我跟我妈打电话，然后我妈就急了，一激动就说。你本来结婚就没有考虑好，你再2婚再离婚了怎么办？所以跟我讲的这个事的时候，他在旁边，我妈很激动。其实我自己还好，因为我觉得我很相信她，我当时状态很好。但是她在旁边听到了，她就不行了。肚子里是我的孩子，凭什么打掉这个孩子？她对我妈，她有权利打掉这个孩子吗？但是我妈不太会普通话，就没搭理她，她自己自作主张给我哥打电话。我哥一听非常的懵，他说是我哥出的主意。那肯定是你哥出的主意啊！你们家你爸你妈，你哥都是你哥在做主，你们家任何事情。冷静。那主持人我冷静不了，凭什么打掉我的孩子，对不对？这件事情就没完，知道吗？打没打？没打呀，没打不就完了吗？那我打个电话给你哥，我去跟他争论这个事情不行吗？行，我还是站在你这边了。不是，我没有。我给你哥打电话，他跟我矫情，我跟他矫情，他骂我，我骂他，对不对？凭什么赖我了这件事情？凭什么在这全说我？好。这事儿不都过去了吗？这孩子生了吗？生了。生了之后还有事儿吗？就现在我因为这个事情3年没有回家了。一开始我相信我们俩能过好，我过好了之后证明给他们看回家，他们可能也就好了。但是再加上，有我哥这个事，我也回不去了。每次说要回去，等于这段婚姻跟娘家闹掰了，对吧？对。不是我没绑着你的腿行吗？你该回你的呀，我又没牵着你，不让你回。然后你们这3年在哪儿过的呢？对，这个事情就放在心里了，我也是慢慢的再去解决。我想一步一步的总会好的吧，等时间嘛，等明年，等后年，一直在等。后来我怀孕了差不多5个月的时候，我们就决定去广州，因为还有孩子嘛，经常会因为我给孩子买东西的事情上，然后2个人就争吵。因为我有时候会给姑娘，她是闺女，给闺女买一些衣服，给儿子买一些衣服，然后她就会说。你给我闺女买的，就2件就完了，你的复银了事嘛。然后我给我儿子买的10多件，然后我结婚之前就告诉你，我想补足一下我心里的，有点愧疚。对，愧疚。你能允许我去照看我前面的孩子，所以有时候给他买衣服，就是希望他穿得干干净净的。那你为什么不能一碗水端平呢？凭什么给你儿子就能买那么多？给我闺女就买1件2件的？那2件多少钱？2件1000块钱，10件300块钱，能比吗？你这根本就不是重点，知道吗？你知道重点主持人在哪儿吗？本身你跟你前夫定的是1个月见1次孩子，没有问题。但是你今天买点这个，明天买点这个，后天买点这个，还有打电话联系你的前夫，这件事情作为一个男人都没有脸，知道吗？在大众面前提出来这件事情。我看孩子肯定联系爸爸。对，你联系他，你是怎么联系的？有一次我看他手机，他给他前夫发的是感冒，你好点了吗？我给你找了几款药。这么暧昧的短信，这件事情你不说出来。孩子经常生病，你知道的。孩子生病你可以问孩子，你别问你前夫好不好？因为那个时候流感，我说你别传染给孩子，买什么药买什么药。你叫孩子买药，你为什么要照顾你的前夫呢？你前夫，哎呀，你感冒好点没有？你不会问你孩子感冒好点没有？你们俩既然没有关系了，你为什么要问他呢？你问我吗？领证的时候你说的很好的，2个人要坦诚，没关系，你看孩子看孩子，我跟你一起看，他也是自己孩子，以后大了来也没关系。但是后来呢，你看我每次看孩子，你都有意见，每次都要问，那你自己呢？你自己不是跟前妻还有联系吗？那你有没有看到？你别说我怎么了？我没有事儿。你回去跟前妻做活动，你没有通知我，而且那次本来都是带着我跟孩子的，去哪都带着。后来你说，孩子太小了，怕你们累着，你们别来回折腾了，我自己回去就行了。3天时间就回来了，不是你既然都说出来了，我是怕你们累，我真是怕你累，行不行？咱的孩子太小，你带着咱的孩子，没错吧？你跟我广州、天津2300公里的来回折腾，而且你得好好的带我儿子。那为什么到我身上的时候，你就觉得我联系前夫多了呢？对吗？好，不是，本来就是你联系前夫多了，我联系我前夫。我们听懂了，不，咱们不喊。越吵越没边，伤感情，咱不伤感情。我觉得太偏心了，为什么每次都让他说，我不让我说呢？那我的冤处怎么办呢？不是有啥冤的呀？不是为什么就一个男女平等的社会，为什么光他说呢？那我呢？你说了以后，对这个事儿，你要解决这个问题啊，兄弟。你是准备不跟他过了，还想跟他继续过？随便都随便，你看真无所谓。不是真的，我凭什么我太冤了，行吗？不是你说出来又如何呢？哪个男人能接受得了？他跟前夫还勾勾搭搭，对不对？来回暧昧的短信，对不对？所以我问你嘛，你是要继续跟他过，还是说我要出口气啊？
我先得出气，我不知道过不过啊，我不知道过不过。你来这儿是为了出气的，我不是说出气的，那你还是憋着比较好，万一还要再过，这口气出了多伤人啊，没有必要嘛，我是这个意思。接着说，姑娘。还有就是我们来到广州之后，因为一起生活了，我管了钱，但是因为我平时工作比较忙，还要带孩子，然后我经常会淘宝，他就觉得。哎，为什么你管了钱了，你花钱你不告诉我，天天一堆快递，天天就为这个事情跟我闹别扭。我问点题外话好不好？大致我能摸到这个脉络，怎么个意思？你们家现在谁是主力收入人群啊？我们一起做生意之后，他跟着我做生意，但是很多他上手很快。差不多对我生意也很有帮助，很多客户都是他的，但是流水都是从我这里走。哦，你媳妇儿可以啊，她说话真是挺给你留体面的。我大概理解就是在财务上面两个人有冲突，是吧？对，就是谁管钱，怎么个使用方式上面有冲突。对。那从你妻子眼里是几大问题嘛？跟她娘家的冲突，对吧？然后孩子问题上的冲突。进而由孩子引起的跟前夫之间关系的这个冲突，再加上你们这个家庭财务的使用和支配方式上的冲突，是4大冲突，对吧？还有一点，您说。还有一点，因为他来广州了没有朋友，我也考虑到了，然后又帮我打点生意了，我就想带他多见见我的朋友，快速的融入这个圈子。但是呢，跟我朋友每次聚完会之后，心里又不开心。不知道闹的什么别扭。到了广州之后，我放弃了，就暂时的也是放弃了我天津的工作也好，放弃了我天津的事业也好，朋友也好。我到了广州，我真的人生地不熟。他让我见他的朋友，见他朋友没有问题，我也跟着去，对吧？是吃饭也好，唱歌也好，都没有问题。他们私底下就说他们的家乡话了，温州话，对吧？或者说粤语，我一句我也听不懂。然后呢，他们说着还窃窃私语，眼睛还看着我，那我受得了吗？那肯定跟他前夫去比较。哦，你在推测哈。啊，是，那肯定是这么说的，那不用推测，用大脚豆都想不出来。你看他总是在推测，我哥那件事情也在想象是别人的责任。那你哥肯定你向着你哥，你不会向着我呀，对不对？那是你的至亲呢。我不向着你，我现在还跟你好好的走下去，孩子都这么大了，你从来不了解我的心。哎，那赵老师，还有就是。他打算就是说让我爸妈还有我女儿一起到广州生活，看似是他特别好心，对不对？其实满不是，3个我都脑子都转不过他一个，我也是嘴也笨，然后脑子也笨。他想让我爸妈跟女儿过去，其实呢他的私心就是让我爸妈给他带我们现在的孩子去。那爷爷奶奶也是亲奶奶，也可以带呀。而且，那你爸妈怎么不去呢？对吧？你跟我爸妈现在是什么的状态，你不知道吗？你积极配合了吗？那你的爸妈也是亲姥姥、亲姥爷呀，对吗？外公外婆也是亲的呀，那也没错啊。凭什么叫我爸妈去？我爸妈也60多了，行吗？你让他们人生地不熟到广州，我都适应不了，他们能适应吗？我们现在的经济条件不至于让他们来了广州之后走不了了，寒暑假还是可以回去的。而且我们也说了，他们来了之后。要是带2个孩子太累了，我们可以请一个保姆帮忙照看。哎，你别说的这么好听，我还是那句话，你叫你爸妈过来没有问题。在家里不放心。我请2保姆行吗？我努力了半天，我所有挣的钱，我有1分钱吗？手底下，微信也好，支付宝也好，我有1分钱吗？钱就放在手机里面，我手机设密码他都知道，而且银行卡密码也知道。我觉得我很透明，他总是猜忌我，我把钱怎么？那赵老师，我买个菜，你在家买菜，赵老师，如果你下班去买菜，你买个红萝卜，你买盒烟的话，你用跟你老婆报备吗？我每件事都得跟你报备，好不好？然后我手里就有200块钱的流动资金，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呗。嗨，在你这就是不，这问题很好解决嘛，就是花点钱给他不就完了吗？他不给呀，为啥呀？之前说了，因为。我说要不每次他转钱给我的时候，我说你留400、500，他说不用。哎呦，我可不敢，200都大发雷霆了，200天都塌了，我还留400、500，我可不敢，我害怕。这赵老师别让他给我留多了，我害怕，我真不敢，我真的不敢。其实也不是200、500的问题，他可能就是觉得都在我手里了，我不知道他想什么了。其实我觉得我很透明，我都花家里了。你知道他想什么？你也知道他想什么。而且我很努力。买了房要按揭，还要社保，还要打点我们的公司。我觉得我把所有挣的，还有我的精力都花在这个家里面了。只是多一点点时间，我有时候会看一下孩子。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
他很过不去，我都不知道他有时候想的是什么。你先生属于那种情绪不太稳定的男人吧？对他有时候突然就是激动呗，突然冤枉我的时候，真的我就很委屈，我怎么办呢？我问问啊，就是后悔嫁给他吗？没有后悔，也没有资本后悔。啊，这个没有资本后悔是什么意思？因为我当时领证的时候，我就很清楚，我已经赌了我全部，包括我的亲人，还有我的后半辈子。我觉得我不能输，一定不能输，而且他也告诉我，我不会让你输的。我也同样告诉他，因为都有一段失败的婚姻，可能前一段婚姻离婚了，会对当时不知道，离完婚知道，会对双方的家人，还有亲戚、父母、孩子造成不可磨灭的伤害。多久你们俩在一起的呀？差不多1年吧。所以你媳妇儿的苦是什么呢？我看重的是这个男人。对于别人我都不看重，但是恰恰我最看重这个男人，怎么不能理解我的苦？这是他的苦，你说你的苦，好几个方面。对孩子方面，我觉得3个孩子凭什么不一碗水端平？因为一碗水端不平啊。那端不平，凭什么呢？端不平，那别凭什么？很简单呀，你闺女是你的闺女，对吧？你儿子是你儿子，是吧？那凭什么爷爷奶奶能带闺女不能带儿子呢？对。所以这一碗水怎么端得平呢？你这不说的都是气话吗？我们不是说客观上面大家愿意一碗水端平，但是客观上面真的端不平。对，就端不平。所以说端不平有什么？你做爹的你多去做一点嘛，就完了吗？这事儿你非要较这个真儿？那我可以对我的儿子、对我的闺女多做一点没有问题，我对他的孩子也可以当个孩子，就没问题啊。没问题啊，但是我要少对他的孩子有一点不公平，他就该说了。所以你们可以调整方案吗？那怎么调整？没法调整，就是这样。不是客观这事儿摆在这儿了吗？对不对？就是你现在有一个现实，通过你们俩的接触，你们俩发现一碗水端平这件事儿有点不太现实。那他的儿子已经不归他的抚养权了，对不对？那是他儿子。对，但不是他的抚养权的肉，那你不能这么说。你给她老公养儿子，你心里舒服啊？我肯定不会的，不舒服啊！对，肯定不舒服。你给他前妻养闺女，你心里舒服啊？肯定也不舒服吗？那不舒服就能做到什么样就做到什么样，彼此不挑理不就完了吗？你别挑他的理，他别挑你的理，你们俩这事儿不就过了吗？对吧？这个容易解决。对，还有什么？还有就是钱方面，对吧？我既然都行，我知道了，跟你到了广州了，全懂了。我替他说一句话啊。你让一天津孩子到外地，特别是在这儿还有孩子，父母还在这儿呢，就这件事儿对于天津孩子来说，已经是一特别大的事儿了。不管男孩还是女孩，天津卫的姑娘是不外嫁的，天津卫的小子除了特别的情况，就像他这种儿子闺女都有的，爹妈还帮着看闺女的，他能跟你去广州，这事儿对他来说已经做出了天大的付出了。他跟你们那温州文化又不一样。我倒觉得天大的事儿是你跟他父母的事儿，其他的事儿都是小事儿。对，跟他父母。恰恰那件事儿是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修复的，因为你们错过了特别好的修复机会。就这段婚姻里面，你看，你情绪平静下来了，那感觉这婚姻还挺好的。你一上头的时候，我们觉得这日子就过不下去了，所以一直问你目的是什么？您的目的应该是想方设法的让这个日子过好，对吧？不是想让它拆了，是吧？是怎么把这些坑都给填平了？那你们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好不好？来，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从整场听下来，我其实没有听到王女士在处理你丈夫和你的父母之间的关系里面的正向的引导。我既没有听到你对于你丈夫做出这段关系的这个努力的肯定，我也没有听到说你为你的丈夫在你的父母面前为他去做的努力。但是唯一能够让他们清晰认知到他好的只有你。而且你不顾一切的去跟人家结婚了，你没有征求你父母同意，难道你没有责任吗？这是你们俩一起闯的祸啊！你让他全部都背锅，这对吗？你们俩生孩子你情我愿的事情，怎么让你们家所有人把怨气发在他身上？他现在在这里嘎嘎一顿嚎，为啥呀？他没信心啊，他没自信啊，
他不敢确认你是不是还和以前一样坚定的爱着他，选择他，想让他坚定的走下去。那第二点还有一个就是，姐，咱就说，这怎么就能只给人200块钱呢？他也是为了你们俩的事业共同做了努力的，对吧？你们俩现在是属于夫妻事业吧？是。那他作为合伙人来说的话，他是不是都得拿工资啊？你让他只在这200块钱的活动范围内活动，那他的认知、他的情感，他能提高吗？他能得到释放吗？我觉得你们两个其实从情感上来说没有很大的一个问题，但我要替女生说一个事情，就是她已经34岁了，她的父母的年纪可能60、70岁了，你想要去改变老人的观点，我觉得这个事情基本上可以放弃掉。你其实更多的只要在意你的老婆怎么想就好了，因为未来的日子是你们2个人过。然后其实刚刚女生有一个话，我作为女生来说啊，我其实是能理解的，就是她说她给你的女儿买衣服，买的什么都是1000多块钱的，然后她给她自己的小孩买的可能10件衣服，可能才300块钱。因为其实她自己是女生，就是她就知道说啊，可能女儿她在心里女儿要富养，并不是代表说在她的心里说对你的孩子和她的孩子不太一样。明白。因为孩子在你们俩心里来说，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存在。对。说完了。我特别想问一下，你们那么短的时间之内领证结婚，他是自己拿主意，父母不同意，你爸妈同意吗？我爸妈不同意，我把户口本偷出来了。然后呢，你爸妈原谅你了？这生米煮成熟饭了，你说还骂死我吗？骂过你吗？肯定呀。所以我觉得刚才主持人提到了一句，说对于天津的孩子而言呢，家这个概念特别的重要。是。其实我一直觉得啊，你为什么会对他的父母有那么大的情绪？首先，你这桩婚姻在你爸爸妈妈那儿，你是偷出户口本的，对，你的感觉不是顺利的，不被祝福的。是的。他爸妈表现的就是更不是祝福你的婚姻了。对，2个家庭对于你来说都不是一个支持的态度。那么你对于家的那种安全感的诉求和依赖的那种感觉，你是得不到满足的。到他这儿是背水一战，他要但凡再让你觉得这个家庭当中没有这种被尊重的感觉，或者不在意你的感受，你肯定炸。所以你的那个上头的那个情绪啊，我就能理解了。但是你知道吗？往往一个家庭当中啊，就你那么歇斯底里的状况，你特别没有力量，你连200块钱都得跟人家申报。所以他特别稳定说话的那个情绪，往往是在这个家庭当中是最有力量的那一个。男人成家立业呀，你已经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婚姻了，再到一次婚姻当中，你首先要做到的一件事情是你先要独立起来，你是一个顶天立地的这个家庭当中的一个，你就算不是顶梁柱吧，你也是要那个和他并肩站在一起的人。这个独立不是他给你的，是你在自己的心里得先想明白的。你总要的那个一碗水端平，其实真正是你觉得到你这儿没有被一碗水端平。再婚家庭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把再婚的家庭当成头婚的家庭去过、去要求，因为你的关系太复杂了，他不可能在所有的孩子当中一碗水端平的。我就问你，现在这个孩子，你们共同的孩子你在养，对，你自己的闺女、前妻的闺女，你为什么不养？要放在你爸你妈那儿？你这一碗水，你自己的孩子你也没端平啊。我不就为了让他好受点吗？不是。我觉得以他的这种情绪的状态，他完全能够去接受你这个孩子到身边来，能接受吗？对，他能给你的女儿花1000多块钱去买衣服，说句实话，这真是富养。其实我觉得在你们家庭当中存在着一个在财务管理上的误区。从你的角度可能更宏观，你觉得我要掌握整个家庭当中的大权，让整个家庭越来越好，你不必承担成这个样子，因为你没有能量带动起这么复杂的一辆马车。在你们的这个家庭当中，本来就应该财务相对独立的情况之下，还有一个共同的一个财务投入。比如说，你们有一个共同的积蓄，是用来小家庭和现在这种关系共同往前推进的。但是你要各自有相对独立的这种 AA 制，他的孩子由他去支出，你支出了算你情分到了，不要看成是他的义务。各自的问题各自解决，你们才能有情绪回到现在的婚姻里。你们要面对的事情只有现在这一点儿，不要跨到别人的以前的生活当中，这就越界了。一旦越了界，你就越来越发现你没有人懂了。对，对吧？对，我就说到这儿。我觉得你们2个是
是挺有智慧的人，真的是2婚都选择了一个其实挺适合自己的伴侣。咱们老说这个要活在当下哈，但是活在当下，先生包括妻子，不是只盯着当下咱俩这点矛盾哦。活在当下是把当下放大了去看一看，你们整个现在所处的环境，是不是俩人又生了一个儿子？对，儿子挺好的吧？好，对，身体健康，能吃能玩，对不对？对。闺女是不是爷爷奶奶带的挺好的？对，好。儿子是不是在前夫那儿也没受委屈？对。俩人生意是不是越做越好？广州也买了房子了。对。咱生活整个当下的状态是不是挺好的呀？对。既然我们大方向是好的，咱们再看看你们生活中的细节哪里出了问题。男生，我觉得你找他找的没错，你其实是一个有小聪明、有勇气，敢为了认识没几天的这个老婆，咱就天津啥也不要了，就奔广州去游泳，对吧？对。有谋嘛？啊，小伙子。没谋。你可真没谋，他可有谋了。对。你老婆是个有谋略、会布局的人。你不就得找这么一个老婆吗？你把你的那点聪明才智贡献出来，他给你布局好了，咱把空都填好了，日子不就能过好吗？是。但是呢，你不听人家的布局呀。既然你选择了奔他去了嘛，你那么较真儿干嘛呀？我们再婚家庭就是取长补短，你的短板真的是大方面很多东西是没有那个像你老婆一样的稳定的状态的，对不对？对。那我们就去调整。那毕竟你一个男人啊，30多岁，你们有3个孩子，你这么一点火就着的日子，你就算是在你们的小家庭当中，能给你现在的儿子带来什么好的教育环境？对，没有这样不好。所以呀，你要学会的是，我们去包容，去跳出当下的小细节来看待问题。大方向是好的，我相信你老婆，如果你们俩过好了，用不了几年，姥姥姥爷、外公外婆一定接受你们的生活，一起磨合吧，慢慢来，不着急。徐总，口袋里面连100块钱都没有的男人，先说一下感受。我就可开心了。你是真开心啊？我是真开心。确实是这样，因为我从来没有跟我们在一起吃饭从来不买单。下回我来，好吧？我来吃你的啊！你看，我们愿意，你吃我们的。哎，我愿意示弱。对，真正能做到示弱，才真正内心是有自信、有力量的。你就怕，你是生怕别人看不起你，你生怕自己的价值在别人眼里一文不值。对，你特别要面子。你就这张嘴，那男人嘛，能不要面子吗？不是，哎，不是，你嚷嚷出来了，你就有面子吗？你在舞台上张牙舞爪的，哎，听不听我说？怎么着？那就这样，那你有面子吗？你反而把自己的底儿啊，全都给人看了。没有城府，而且呢，情绪不稳定。情绪这事儿重要吗？哎，如果成熟的人觉得，哎呀，这小伙子就是那个不成熟幼稚，没事，别跟那般见识。但是，夫妻婚姻的生活，最重要的就是情绪。如果你总是这种情绪对抗，他再成熟，他再觉得爱你，但他也会受到伤害的，这是在消耗。你别忘了，你每一次发脾气，就相当于啊，你们情感有一个银行，你对他的好，之前所有的好都往里存钱，但是消耗就在取钱，你近期全在取钱，穷了，因为200亿多嘛，哎呀，你没200，都负着，欠债了，所以赶紧往回还。但是你很多东西啊，因为你的情绪导致你不明智。但凡情绪不稳定，你要了解他，他有2个特点。他说很多的话，做很多的事情，他是没有目的性的。他可能冲你发了脾气，说了狠话，其实他的心不是这样的。他为了发泄而发泄，因为他着急呀。第2一个，人际关系啊很容易搞砸。对。因为他的冲动，所以说如此来看。你的父母过来带孩子，远远是比他的父母过来带孩子要好得多。可你不明智啊，非较劲呐！你最后较劲，你都不知道为什么较劲。他没什么问题，一心一意的对你，跟着你来到了异地。我觉得他甚至于，我觉得他的付出比你多，但他就那张嘴，啊，给他减分了。但他实际付出比你多得多。记住这一点，这就是爱。最关键的，我认为赵老师说的对，就是跟父母的关系。你为什么不去做工作呢？3年不回去，你到底是挑事儿呢，还是做和事佬呢？对不对？你懂点事儿啊，是吧？你比他懂事儿，虽然你比他小2岁，是不是？
对。你跟他3天不回去，这不加深他们之间的矛盾吗？就这。来吧，你们听听广电帮帮团的老师们有什么意见？再婚夫妻很多都是权衡利弊之后的结合，但你们呢，就是不顾父母反对，为爱奔赴。其实我还挺感动的。你们可能高估了自己的这个能力啊，但是别较真儿，真的别较真儿。我觉得他做的挺好的，就是他在默默的为你的孩子去付出爱，然后我觉得时间久了，父母都是能看得到的。所以你这方面向他学习一下，人家的父母、人家的家属、亲人都能看得到。你别跟他较劲，你们本来已经挺不容易的了，何必再伤你们之间的感情呢？我还是祝福你们，我觉得你们还可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好吧？你好好跟你媳妇儿学学啊，人家是不在乎过程的，人家永远只要一个结果。其实也没啥，我觉得就珍惜眼下吧。来，一起进入。会生活选广电真情60秒。老公，一开始真的是因为爱情，你是我这一辈子遇到的第一个想要用力去爱的人，所以我不顾所有人的反对，不顾社会舆论的压力，还有那么多孩子，我跟你领证、结婚、生孩子，开始很幸福。我也知道你很好，你有些东西能引导我，但是被生活磨的，你有时候就像老师们说的，脾气一点就着，我接受不了，我也会受伤的，所以我不知道后面怎么跟你走下去。其实你也别每次吵架的时候就拿孩子说事儿也好，离婚说事也好，对不对？因为我也真的像我这样，我奔你到广州去了，我也做得很到位了，但是我现在真的很难，我也不知道该不该再因为有个孩子不跟你离婚，不能说是因为有个孩子就不离婚了，怎么样？其实我也过够了，但是呢，话痨，顺着接一句话不就行了吗？我回家害怕。啥？怕啥呀？我怕听完你们的之后回家全都我错了。这个没有对错呀，这哪有输赢？而且以后行，我不说了，我话多，谢谢2位，请回。我最后一句必须得说，对不？那我以后我都听他的，那回家之后以后所有的事情都是我错了。不是小伙子这么着，如果回家实行1个月不行再来啊！对，欢迎你返场啊！回，快去吧，回。哎呀，真是啊，做了10几年爱宝，第一次见到让回去不回去的还要说话。我真是觉得，就是以他的人生经历，30多岁还这样，你说他的父母得呵护他到什么程度？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来预测一下吧，什么结果？双出，肯定是双出。男不出，女出。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来，一起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来，请亮灯啊！非礼勿视。哎，谢谢2位，请回啊！谢谢，请回。感谢各位老师，加油！感谢张老师。哎，感谢我啥？快回吧，你又不愿意听，对吧？他想明白了，我不听他的话，我就堵他的嘴。没有，赵老师愿意听，谢谢大家，谢谢赵老师。请回。祝你们幸福啊！希望他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希望那3个孩子在一个有爱的家庭里快乐健康的成长。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请看。我是一个单亲妈妈，本来我对再婚并没抱有什么幻想，是他的出现让我重新有了一丝希望。他之前承诺会对我和孩子好，可在一起后，他却觉得我的孩子是个累赘，给我们娘俩花钱是种浪费。
他现在的态度真的让我太失望了。来，有请这对情侣，有请。男嘉宾周先生29岁，来自吉林，酒店管理；女嘉宾刘女士33岁，销售，来自吉林。有请两位，有请。主持人好，各位老师好。主持人好，各位老师好。您是一个单身妈妈啊？对，我是一个单身妈妈。孩子多大？孩子今年9岁了。这是您现在的男朋友？对。谈了多久？谈了1年吧。小片里说，现在他承诺您的事儿都推翻了，是吧？因为你看，我之前有段失败的婚姻，他呢还没结过婚，就是说我当时也比较犹豫。之后他让我做出走出这一步，是因为他做出承诺，说会对我和我儿子好。但是随着这个处的时间长了，我觉得他没有做到他承诺的那样。像前段时间给孩子买手机，因为我儿子是长托，跟他说，我说我买手机花了4000多，他就让我退了。一个9岁多的孩子买个手机花4000多，而且是个小男孩。你说现在正在学习阶段，你说买这手机，你是为了让打游戏呢，还让刷视频呢？是。完再一个咋说的，就是我们家庭条件本身没那么好，给个9岁多的孩子买4000多手机，我感觉的话就有点太夸张了，有点。老年手机就行，那倒不至于。咋说？你说整个1200块钱的，是不是？咱拿这也不丢人，对不对？孩子有利啊。对，我感觉就。但是说孩子因为长时间不在我身边嘛，是放在老师家长托，单亲家庭，孩子缺失的这些关爱呀，他也比较多。他缺失的是关爱，缺失的不是高价手机啊。对，但是前提是这个关爱呀，还有陪伴呐，都没有。我希望在物质上多弥补孩子一些。那你弥补不了，这物质哪有个天花板啊？还有啥？我买衣服买鞋，他也说我不是你给孩子买衣服就正常，但是我买的衣服也不贵呀。是不贵，那你说你一个季度给一个孩子买了10多套衣服，不可能说可一身衣服造吧？我是不是得给多备2身衣服，让他有换洗？我觉得吧，咱说一半行不行？一个季度咱买5套衣服，你往家里放1套2套的，剩下几套在老师家，是不是也够了？你说对不，主持人？就是我感觉我这个想法应该不过分。你做过爹吗？没做过。你没做过爹，你问这个孩子他爹说对不对？你说孩子他爹怎么答你？对吧？就是有的时候，因为他没做过爹，所以说他理解不到我这种心情。我给孩子报了个补课班，他也说孩子不是学习这块料，怎么地，我俩因为这事儿也吵。你给孩子补课行，你是不是不能说是孩子说啥你就答应啥？再一个，家里本身有这个正常一个生活开销在这块儿，你是不是衡量一下就是家里这个钱够不够用的问题？你说家钱不够用，咱们可以想办法。那孩子想学习，他想上补课班，他有这个积极性，我为什么不能满足他呢？可能说是你带他去补课的时候，我没有跟他过去，但是孩子正常在家的一个学习状态我看到了。我正常我在辅导室写作业的时候，就那一篇小字儿，30多个字儿，他至少得给我写30多分钟。我问一句吧。花谁的钱啊？我的工资不够，他贴补的。那你工资不够，没有他，这娃不就不能享受这待遇了吗？但是说他的出现呢，也是让我看见一些希望，也是让我有了一个依靠，我也是比较依赖他。那你这么说的话，你不属于道德绑架我吗？你可以去弥补你对孩子亏欠，你这方面你是不是可以先问一下我的想法，或者看一下我的能力，而不是说你直接就去做呀，对吧？咱把孩子就放在一边了，好不好？说说你们俩吧。实际上面，我现在理解就是女生是需要男生做经济上的贴补的，对吧？对。那你这钱够用吗？我正常我几乎不怎么花钱。我生活开销除了冒烟，别的没有任何开销。挣的钱呢全贴了，钱都归他管是吧？不是归他管，他这边不够，你说我肯定得给呀。你说毕竟说两人在谈恋爱，你无论说是结不结婚或者怎么样，他谈恋爱的时候，咱作为一个男人，咱至少说得为另一半就是去着想去。付出一些，但是我觉得你处处都在限制我，因为我长时间不陪伴孩子，但是我需要回家。有的时候我回家看孩子，我俩得有住的地方吧。但是我租了一个房子，这个房子他觉得一个房租来说，对于我们的生活经济产生了一个压力。你租这个房子，从你说回家住那几天来算的话，那住酒店都比租这房省。你像啊，就是现在的话，咱好好计算一下，咱正常一个生活开销，孩子那边光给老师的钱。1月就得2、3千块钱，你这边买衣服买鞋乱糟的，一个月花就得1000多块钱，你这边你自己的个人生活费，每月就得固定将近3000，就别的咱先不说了，孩子就是学费啊什么，或者后添加的补习班啥的，这东西咱都不算，还那租那房子都不算呢，就固定开销7000起。我的收入呢，每月加上我做兼职啊什么等等的呀，就是我一个月就是能挣个7000块钱多点吧，也就那样了。
他的话就是4000左右，每个月的话就怎么讲呢，就是入不敷出。孩子的父亲不给孩子生活费吗？孩子父亲呢就1月拿500生活费，但是有的时候呢他确实说拿不出来。你别给我提孩子父亲，那玩意儿啊，你说孩子抚养费你掏不起，行，我可以理解，那还能找你要钱啊？他没有说找我要钱，他给我发微信，那个是我能不能借他500块钱，他说他用几个月之后还给我。咱就这么讲，一个40来岁的男人借500块钱，还得说几个月之后还你，你说就正常来讲的话，就只要带点脑子，这钱能借不吧？这不能。行，哎，你们俩这未来有什么打算吗？很迷茫，我的眼前就是一片黑暗啊。那你有什么打算吗？我有打算。你说说。因为现在各个方面的花销啥都比较多。听出来了。我想跟他说那个回家自己做点啥，这样孩子能接到身边来。孩子这个2、3天。你想跟谁说？我跟他说。那你为啥跟他说？你自己回家做事儿不就完了吗？但是毕竟现在我俩是在一起的呀，他觉得我是拿他当长期饭票怎么样？我没钱我就找他。但是说当时在一起的时候，我也是想好好过日子，我也想说再组成一个小家。你回老家做什么呀？想回老家做一些小吃之类的，孩子接到身边，这样孩子1月2、3千的托费是不是省下来了？我当时我这么说的，你说你回家要回家做小生意啥的，我说行，我可以理解，我也可以支持。你这样，你先思考一下，你想做什么生意？你告诉我，告诉完我之后了，咱再商讨。后来他跟我说啊，说要做小吃。完我跟他说，我说那现在的话，咱俩最大问题在哪儿呢？没有启动资金。我说现在的话，你要是想做买卖可以，你现在你好好上班，给我上3个月。这3个月咱俩就尽我所能，咱俩把这个启动资金攒一攒，攒完了之后，咱俩回家创业试试，成了咱就干，不成咱不行咱回来直接打工都行，我可以陪你折腾。这不挺好吗？但是你知道他怎么做的吗？最近这几个月，一说这事我头老疼了，真的。就是怎么讲呢？你说家里孩子本身都养不起了，还不好好上班。但是我不能说为了上班为了挣钱，孩子就不管不顾吧？你搁啥顾？你连经济都跟不上，你要给人顾咋顾？本身他从小就缺失父爱，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那你说你再不管他，他孩子会产生一种自卑心理啊！我跟没人要的小孩是在老师家住，别孩子都回家，他自己还在老师家住。1月都不管，那可能吗？咱这么讲，就是啥呢？你心疼孩子，理解。但咱已经既然出来打工了，你说不能做到这样。他最近这几个月，最长的1个月请假请了半个月。正常这么打工的话，你说哪个老板能会用他？请假请半个月那次是因为赶上假期。说可以不请假，你可以经常出来，你放在家里头，下班回来之后了，看孩子行不行？可是接到长春来把他自己放假，我也不放心呀。哎，那你要不谈这个恋爱，你这儿子怎么办啊？我特别好奇啊。我不谈的时候，我自己就是也可以照顾这个孩子，只不过就是说过得比较辛苦一点。那就接着辛苦过呗。可是他出现了呀。你叉着腰干嘛？谁叫你出现了？我的问题，那可不就是你的问题吗？这是我的问题。人现在就说，而且他当时追我的时候，你问他，他也不是说他追我就答应了。我当时也比较犹豫，他追了我3个月，他最后让我走出这一步，是因为他跟我做出承诺。不是2个人1月挣1万多块钱，就正常。我感觉大部分几乎绝大部分家庭了，1万多块钱养个孩子，绝对能很好养了，绝对养得起，绝对没有问题。是。但是你说你这个方式养，那我不能说临阵退缩，我直接跑老远了，我嗷嗷叼，就养不起了是吧？他也太瞧得起我了，我哪有那么大能力啊？哦，明白了。哎，这个见过你们家的长辈什么的吗？见过。啥意见啊？我妈这边就比较反对。完了我说这个事儿你就先不用管，这个事儿吧我自己做主。可是你现在处处看我都不顺眼。那是我处处看你不顺眼吗？1个月拢共去我家就去2趟。就那2趟去了，你说再累你再难受，做饭的时候你拿满伸手，不伸手说你说行，阿姨你做饭用不帮你忙啊？过去给个动作，你过去帮忙，是不是？你不需要别的，你可倒好，你做饭不帮忙，吃完饭之后了，凉水一抹往沙发一拍，手机一摆了，就这状态，你说我妈没有说不帮你妈干活，对吧？人都有不舒服的时候，而且1月就去那么2次，去那么2次可能就赶上休息的时候了。我没有说不干活，那吃完饭了，我坐那儿歇会儿。你歇会儿，你说句话，就哪管这活你不干都行。说阿姨，你先回屋，或者你在桌沙发看会儿电视，你等会儿由我收拾。我这刚吃完饭，我不想动，我先待一小会儿，你不用动，阿姨。你说完这话之后，我妈要再说你懒，那是我妈不讲理。那我没想到的事情，你想到了，为啥你不能替我圆一下子呢？我啥都得替你圆。你连说话我都替你说，吃饭我用得替你这么说就不讲理了。不是你确实，你这33岁了，你这应该明白啊，去人家。我还比你小，
你说啥我都替你想，我啥都替你去干。我不是说到那儿一直都不干活，该干的时候我也干。那偶尔谁都有不舒服或者累的时候，对吧？其实就是他跟你母亲的关系处得并不好，是吧？我这面我从中在调和，就我妈她只会跟我去说她这不好那不好，但我都会把这个事儿给她平下来。平完之后，他俩平时生活中见面的时候，绝对是正常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陪媳关系，不带有一点问题的。哎，你还想跟他处吗？挺质疑。就是你跟他谈恋爱之后，发现突然这个担子重了，是吧？不是担子重了，就是他已经超出了你的能力，超出我的能力范围，就好比跟那个啥似的，就是让我这渡劫似的，我不知道怎么渡。你就这个雷我怎么接，我不知道怎么接。你说你自己上班完班你是干个兼职，兼职好的时候可能挣的比较好一些，兼职不好的时候一月可能就接着这一个活。而且你上班没有时间去联系这些活啥，都是你朋友。你们兼职干完晚了，你们是不是得吃吃喝喝？那不是一笔开销吗？我就这么跟你讲，你说我他有开销是他自己的事儿啊。你现在不能说因为你跟我交往了，你就得给我养儿子啊。我这么说吧，他要不给你养儿子的话，您还跟他接着交往吗？那如果说现有情况下，他对我儿子不好，那指定是不能交往，对吧？就是说，哪怕你对我差点，脾气可能对我没有那么好。所以您今天来的目的是啥呀？就是说我希望他能考虑一下，就考虑清楚我俩之后的路，还有就是说，包括因为他是头婚嘛，如果说我俩有孩子了，我希望你能对我儿子。你先别想你们俩有孩子好不好？对，别想这个问题了，这个问题我都不敢想。对你这不敢想是现实，不敢想，不敢想。对我劝您也别想。咱先把眼前这些事儿想清楚。对，听明白了。现在女生实际上面很依赖男生，对吧？对。因为我自己单身一个人带孩子很多年，他出现让我特别依赖他，是吧？对。你现在想跟他能够再稳定再往前走一步，我听这意思是吧？对。有点逼婚的意思是吧？没有。啊，确定哈？确定。这姐姐还喜欢吗？要是说一点不喜欢吧，我都不会陪她折腾这一趟。你再说。行，还是有喜欢的，但是就是负担太重，是吧？这姐姐要会理财什么的，有点这概念。还挺好，你这东西你是需要未来铺下路的问题。孩子就是不能孩子或者咱们自己往后的开销是越来越大的。懂，干了那么多年的活跟你谈了1年恋爱，口袋就空了，这恋爱我还敢谈吗？啊，曾经也挺苦的，因为遇到了你，哎，我跟我儿的生活有所改善了，现在依赖了，咱这关系还能继续吗？各位老师，你们看看应该怎么办吧？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觉得姐姐你对弟弟有点不公平。哪方面不公平了？经济上也不公平，情感上也不公平。我们要讲清楚一个事情：你在跟你儿子相处的时候，你是一个母亲；但是你在跟他相处的时候，你是他的恋人；但是你在跟他相处的时候，你不是他的恋人，你只是一个母亲。你是这个感受吗？我的感受其实比较简单，就是说啥呢？我感觉就是我跟他谈恋爱。不是在跟他谈，所以这是我刚刚说的嘛，是我在跟他儿子谈，对吧？你们俩之前能够在一起，你对他有吸引力，那是出于你母亲以外的身份，仅仅你只是一个恋人，仅仅你只是你自己，你是一个女孩子，所以他被你吸引，他喜欢你。但是现在就是你不能因为你自己本身的责任，然后你去强加给他，让他来为你的人生承担责任。这个事情其实从一开始，这个心态就是不规正的。那个，我打断一下老师，就是你把这个责任强打我身上，我可以接受，但是我要求的是啥呢？是2个人一起来承担这个责任，而不是强加在我身上。我不可以接受。你可以让他为你付出，但是你要让他在付出的过程中得到肯定，同时你要让他看到希望。明白。你要让他知道说你是爱他的，你是对他有感情的，而不是你的全世界只有你的孩子。你作为一个母亲来说，你的世界里都是你的孩子，没有错。但现在你们俩是一对儿啊，你要在意他的感受呀。还有第二个就是，当你伸手问别人要钱的时候，你态度就不能那么强硬。但是我觉得我俩能走到一起的，那你是这个家的一份子，对吧？你们俩现在是一个家的一份子吗？你俩现在是一个家吗？能走到一个家再说吧。现在没走到一个家。但是处对象你不得以家为前提吗？你不得奔着结婚去吗？人家也没有跟你玩啊，人家是能力不够啊。你强迫他现在干啥呢？他能给你变出这些钱来？他没有付出吗？付出了。他没有想成为你的一份子吗？做了。他做不到。在他做不到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这个时候就应该勒紧裤腰带，看看怎么过。
他年纪是小，他单纯，否则他不会把这个他根本就揽不了的瓷器活往自己身上揽的。他现在是属于他自己上刀山了，他害怕。你说的我会考虑考虑，我会想一想。如果你真的你喜欢这个人啊，因为他现在跟你走到这才多久呢？快1年。对。他说他干不了了，所以你对他的情感期待也好，对他的经济价值期待也好，能不能够符合你的标准？而且你是不是真的以爱情为本位跟他在一起？全场听下来，没有这样的表述。弟弟周先生，你好。你要想明白一点是什么？就是你为爱发电，没有问题。但是你要为爱发电的结果是你能不能负起来这个责任？爱是有代价的，想明白你到底有多喜欢他，不要耽误别人，也不要耽误自己。好的。我特别想问一下男生啊，最开始你选择他的理由是什么？刚开始在一起认识的时候吧，就是对我挺照顾的，可能说我选择找比自己大的，可能就是想着说，我希望他能懂点疼人。我付出的时候，你给我点那些，哎，我也不知道怎么表达。我明白，就是你觉得找到他，他最开始带给你的那种感觉，是那种很温暖的感觉。啊，对。但是你一开始想到了离了婚的自己还会被一个年下的弟弟喜欢吗？我当时没有想到，并且他知道这个消息之后，那一刻觉得不可置信吗？是的，我也犹豫了很久很久。你当时的犹豫那个点在哪儿？就是说，因为我带个孩子，他没结过婚，他一是不能理解我做母亲的一个心，可能对孩子方面我俩就是争论比较多一些，会不说那么细致。但是被一个年下的弟弟喜欢，而且他没有结过婚，你会不会觉得其实自己还不错？没有，因为当时我感觉他可能就是心血来潮啊。但是你考验了那么久之后，你依然他还这么坚持着呢，他打动了你。对，因为追了3个月嘛，这期间被他打动了，完了之后也给了我一个就是说重新相信爱情这个勇气。但是我看到了你在这段关系当中，因为被爱而有恃无恐。2个人在一起组建一段新的亲密关系，你们都要对这段关系去付出你们共同的努力，不是寄生。而且他现在表达出来的所有的这种情绪也好呀，参与到你对于孩子的各种教育也好呀，其实他只是想告诉你一件事情：现在你这么去支配你的生活，或者说是布置你的生活，他承受不起了。他对这段关系觉得有一点动摇了。动摇的原因不是你怎么样，而是说在这段关系当中，你对于你们的未来没有长期的规划。第2点，我觉得在这段关系当中的感受，无论是跟你现在的男友之间的感受，还是说你跟你儿子之间的感受，我觉得你都把你的感受放在了第1位。对于一个9岁的孩子而言，在整个你的这个故事里，我觉得最刺痛我的就是这个9岁的孩子现在是寄养在老师那里。这是一个最需要和母亲建立依赖和安全感的年纪，但是你不用说你付出多少。他刚才提了一个特别好的建议，把孩子接到身边来呀，再难咱们也能挺过去。你相信自己有这个本事吗？你没这个本事，你为什么要承载他的抚养权呢？因为我觉得自己生的孩子自己比较心疼，而且我就是说当母亲的，我觉得孩子还放在自己身边，我最放心。是，但是你我没有看出你心疼，我看出你补偿了。2，我没有看到你放在自己的身边，你选择的是每个月拿出1个星期的时间回去看一看，陪一陪，尽到一个做母亲的责任与义务。你作为一个妈妈，你依然是把自己的感受放在第1位了。所以说，在这段关系当中，不是说他含糊，他打退堂鼓，是我们所有人听完之后都觉得你在这段关系当中索取的东西太多了，而且你的生活只能你自己担起来。谁都没这个义务。说到这儿，你离婚几年了？4、5年了，这么久的时间了。对。那你怎么能把日子过成这样啊？你一点生活规划都没有，过了今天不要明天。我就认真看了一下，你们生活在长春，对吧？老家应该是小地方，是吗？一个孩子1个月要花这么多钱干啥呢？你不就是交了一个男朋友，他很爱你，他一腔热情，他愿意拿出他所有的东西给你，所以你就赶紧造呗。
我能让我的儿子享受一点好的生活啊，多几千块钱补课，我赶紧让他这么过日子，指不定明天这经济来源就没了。如果真像你刚才说的，你想再成立一个小家庭，那是要精打细算，我们这一个月1万出头的收入，怎么去规划未来？你现在挣4000花7000，明天他说姐姐我受不了了，我得跟你分手，你以后的日子怎么过？你怎么跟儿子交代？儿子这个月还能花3000，下个月妈只能给你300了。你真的要开始规划生活了。我觉得单亲妈妈没有问题，为母则刚也好，我们作为女性要去独立生存也罢，你要去培养自己这样的能力啊，这样生活规划的能力。我觉得你根本不是爱情的问题，你也没爱上他，你就差不多吧，逞英雄逞差不多了，咱也逞不动了是吧？你自己也是太冲动，爱一个人是需要激情，但是激情要在理性之内，否则你落了个啥？最后落了个名声，说我男朋友不管我，嫌弃我儿子，所以他跟我分手了。你说你亏不亏？下次再谈恋爱，量力而行，要真心相待，但不是不做规划、无理智、无头绪的去爱。那最后搬起石头砸自己脚，你也不开心，他也不开心，何苦呢？两个人在1年当中的关系里，只让我看到你们两个人都想走捷径。女生很明显啊，想让自己孩子过得好点，想让自己现在生活改善一些，哎，找一个挣得比我多的，花你的钱，这样我能走一捷径接近幸福。但你对这段感情没有抱什么过高的期望，因为你说了一句话，哪怕你对我差点，后边要说什么呀？对我孩子好点也行。没有爱情，凭什么要养你的孩子呢？男生也一样，一开始一定是做出承诺的，而且一定是奋不顾身的付出的。时间长了撑不住了吧？对。难道两个人之间的感情的流露表达就一定是钱吗？一定是说我爱屋及乌，你够爱他吗？你要真正爱他，真正的方式是什么？是只是花钱吗？不是的。所以都撑不住了，所以咱就别装了。这么一个苦苦的挣钱的人，哪有时间跟你谈恋爱？你每个月既要看自己孩子，然后又要去那边租房，还要再做自己工作，那有时间你们俩谈？你们俩之间的话题，我认为很少，要不就是孩子，要不就是些现实的压力，没有感情，何必强求？就这样。行了，剩下的时间留给你们自己，让我们一起进入会生活选广电真情60秒。今天通过老师说的这些话，我也想了一下，可能之前我的做法确实我没有想那么多，没有考虑到，我也不太会规划，或者说对金钱这块我也不太会去理财。但是还是那么说，就不管怎么样，孩子这个是不可逆的事实，我也希望你能就是说再好好想一想，考虑清楚。我希望呢，我们之间这段时间我跟你说的所有话，选到重点，仔细想想，好好回想一下，想想我跟你说的规划，都去走一走吧。这段路我退了。那你想好了，那就这样吧。谢谢各位老师。谢谢各位老师，谢谢主持人。好，谢谢两位啊，来，请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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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有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我们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挺好，最后要说的就是希望你们找到真的你们爱的人，希望你们能够找到属于自己。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看电视享5季选中国广电。再一次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